2026年2月12日，首尔如意岛国会议事堂，韩国国家情报院 NIS 的官员们走进了情报委员会的密室，关上门，在几十位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面前，扔出了一颗核弹级别的情报判断。核弹在这里不是比喻啊，他们汇报的内容真的直接关系到地球上真正的核弹归谁管。根据多方情报交叉验证，金正恩的二女儿，外界一般叫她金主爱，已经进入了接班人指定阶段。几个月前 NIS 的说法还是接班培训中，现在直接升级为指定阶段。很快2月23日，韩国朝鲜日报援引高层政府消息源报道，金主爱已经在朝鲜导弹总局担任类似总局局长级别的角色。导弹总局不是咱们政协，不是什么给退休老干部挂名的荣誉单位，这是只管朝鲜全部洲际弹道导弹、中短程弹道导弹和核弹头投射系统的最高军事实体。它的旗帜上印着一枚火星17飞越地球的图案，背景是原子核符号。据报道，将军们已经在定期向这位13岁的女孩做军事汇报。与此同时，情报网还确认了一个容易被忽略但政治意味极强的细节。多方信源显示，她真正的名字大概率不叫主爱，而是竹海。在这个特定的体制里，改名是一项标准的权力交接仪式。2009年，金正恩被钦点接班时，第一步也是更改自己名字的汉字写法。名字一改，在内部意味着一种切割。他过去作为二女儿的家庭身份正式翻篇，作为下一代掌权者的政治身份开始确立。按照朝鲜劳动党的章程，法定最低入党年龄是18岁，而她只有13岁。一个连入党门槛都还没够到的女孩，此刻已经坐在了核武系统的决策台前，接受着一群实战经验丰富、年纪足以做他祖父的高级将领们的汇报。为什么权力的交接会被压缩得如此紧迫？那个体重接近140公斤、健康指标长期亮红灯的现任领导人，在过去这几年里，究竟赶时间为未成年的女儿提前搭建了一套怎样的运转系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朝鲜这台正在加速运转的接班系统。我是张狗剩，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无力，亲爱的父皇咋还不出来呀？思密达，呲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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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谁家小孩呀？去，一边玩去。呲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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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大人不在呀？不在呀，我父皇在里面见总书记呢。思密达，你就吹吧，那你一个人在这儿多危险啊！我爹说没人敢欺负我。呲溜呲溜。拿来吧你，今天必须让你知道一下社会的险恶。叔叔替你吃了哟，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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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要叫我爸拿导弹炸你！别哭嘛，逗你的，还给你。不要了，我跟我爸去。小屁孩，脾气还挺大，还拿导弹炸我，嘿嘿嘿。2022年11月18日，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一枚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矗立在发射台旁。这东西高度超过25米，8层楼那么高，直径超过2米，射程15000公里。如果装上核弹头，30多分钟内抵达纽约曼哈顿。这是金家政权70多年来积攒的终极筹码。金正恩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黑色皮大衣，在一群胸前挂满像防弹衣一样厚重勋章的将军簇拥下走来。那天让全球情报机构集体咖啡杯摔地上的，是他右手边毫无征兆切入画面的那个身影，一个穿白色羽绒服、扎着马尾辫、脸颊微胖的小女孩。她步伐从容，表情平静得令人后背发凉，仿佛走过一枚能灭掉几百万人的洲际核导弹，跟路过学校门口的泡泡玛特看拉布布一样淡定。这是金主爱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镜头前，也是金家王朝7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最高领导人的未成年子女公开露面。金正日被确立为接班人之后，雪藏了整整10几年，老百姓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金正恩本人直到他爹2008年中风之后，才匆匆被推到台前。那时候，朝鲜人民对这位年轻的金将军的了解程度约等于0，而这位小公主的出道首秀，第一站直接就站上了地表最强杀伤性武器的绝对 C 位。从那天起，一场精密的政治出道企划正式启动。根据38 North 智库的分析师迈克尔·马登长期维护的数据库数据看，从2022年底到2026年3月，金主爱累计完成了超过60次公开政治亮相。我们看看统计数据，2022年2次属于试水阶段，只在导弹发射场出现，目的极其精确，把这张小脸跟核威慑这块政权最硬的合法性基石焊死在一起。你第一次见到他的画面就是导弹，第二次还是导弹，潜台词是这丫头不是来卖萌的，她是来接管毁灭世界之力的。2023年18次全面铺开，开始视察兵工厂，出席建军75周年大阅兵，参加军事宴会，曝光面急速扩展到军工全产业链。2024年13次，虽然数量略减，但礼仪规格发生了大跃迁。最直观的信号是，在劳动新闻的通稿排序中，他的名字被放在了所有党政军高官之前。2025年是17次，他开启外交首秀，这个我一会儿单独讲，因为他被带去了北京，这里面有大学问。今年头3个月，
11次，加速冲刺。1月1日，他跟随父母参拜锦绣山太阳宫，这是安放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朝鲜政治圣殿。在金家的叙事逻辑里，只有被认定为白头山血统传承者的人，才有资格再次举行仪式性活动。文字层面的造神同步进行。最初朝鲜官媒称他为敬爱的子女，几个月后升级为尊贵的令爱。尊贵这个前缀之前是金正恩独占的 VIP 词汇。到2024年3月，官方直接掀桌，掏出了伟大的向导者这个称谓。在朝鲜70年集权造神史里，向导者3个字除了在任最高领袖和被正式宣誓效忠的储君，没有人可以用。肢体语言的信号比文字更清晰。2023年8月，视察海军司令部官方发布的高规格照片里，朝鲜人民军元帅朴正天掌控100万大军，能拍板核武库日常运作的实权军头，被高清镜头拍到在年仅11岁的金主爱面前弯下身子，捂着嘴，小心翼翼地请示汇报。白头山血统听起来很玄，其实说白了就4个字：金家姓金。朝鲜官方叙事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白头山是朝鲜民族神话中的圣山，谭军在此开天辟地，金日成在白头山打日本鬼子，金正日在白头山出生。白头山的革命血脉通过金日成传给金正日，再传给金正恩，血脉的物理载体就是那个金字，3代人共享一个姓，一座山。宣传机器把这层血缘关系吹成了神话。朝鲜半岛的姓氏传统跟中国、日本一样，是严格的父系传承，孩子跟爹姓。金主爱现在姓金没问题，但他总要长大，总要结婚。假设她嫁了一个姓朴的人，生下的孩子就姓朴。金家王朝花了70年浇筑的这套金姓即天命的叙事闭环，在金主爱生孩子的那一刻，就会出现严重的法理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黄浩宇在2026年2月的分析中，把这个悖论说得很清楚。如果金主爱成为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他之后的最高领导人还算白头山血统吗？连姓都不姓金了，这个风险大到足以在整个体系中制造裂缝。他还指出了一个更恐怖的连锁反应：如果金正恩为了给女儿铺路，把白头山血统的定义从父系扩展到母系，那金正男流亡海外的子女，金家其他旁支后代也能声称自己有白头山血统。那金正恩有解吗？有人说，朝鲜半岛历史上又不是没有过女王。没错，公元632年，新罗国的真平王没有儿子，硬是把女儿德曼推上了王座，是位善德女王，朝鲜半岛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1位女性最高统治者。新罗之后还出了贞德女王和贞圣女王，3位女王跨越300年。对金正恩来说不吉利的是，朝鲜半岛历史上女性执政的先例虽然存在，但女王成功把权力传给自己亲生后代这件事木有记录。不过也别替金正恩操心，他有挺多解法。第一种可以用招婿入赘的办法，强制驸马改姓金。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高丽王朝有入赘女婿的传统，金正恩完全可以颁布一道最高指令，驸马爷必须改姓金，后代全部姓金。第二种更简单，直接给金主爱找一个本来就姓金的老公。韩国有超过1000万人姓金，朝鲜虽然没有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但金姓同样是最大姓氏之一。找一个出身清白、背景可控的金姓军官世家子弟，既解决了姓氏问题，又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否定，这可能是阻力最小的方案。第三种解法是修改意识形态定义本身。朝鲜2013年修订的10大原则第10条第2款规定，党和革命要由白头山血统永远传承下去，但原文并没有写死必须是父系传承。金正恩可以让宣传机器逐步把白头山血统从一个姓氏概念重新包装成一个生物学概念，重要的不是姓什么，而是血管里流着谁的血。就像英国王室伊丽莎白2世嫁给了菲利普亲王，但他颁布诏令，王室继续叫温莎家族，而不是改姓蒙巴顿。人家一个君主立宪制都能玩这套把戏，一个能让人民把领袖画像放在火灾第一抢救位的集权政权，操控一下姓氏叙事还不是小菜一碟。还有一种可能，这一切可能是障眼法。韩国情报部门多次提到金正恩可能还有一个约2010年出生的大儿子，如果这个儿子存在并且健康，金主爱的全部高调曝光可能只是烟幕弹，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女儿身上，真正的继承人藏在深宫里悄悄培养。但世宗研究所的郑向昌称这个情报不准确， CSIS 也表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哥哥的存在。金正恩为什么疯狂到在女儿10岁就启动政治托孤？为什么把原本应该用20年走完的接班路压缩到3-4年？答案写在金正恩自己的体检报告上。2024年7月29日 ，NIS 在闭门通报中给国会议员们抛出了一组数据。金正恩当前体重估计约140公斤，身高约170厘米。各位可以自己算一下他的 BMI 大约是48。世卫组织把 BMI 超过40定义为病态肥胖，他超出这条红线20%以上。而且 NIS 说金正恩从30出头就有明显的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症状。朝鲜官员正在秘密从海外寻购药物来治疗这些肥胖相关疾病。金正恩有重度烟瘾，
连视察医院病房和幼儿园时候手里都夹着烟，重度酒精依赖。多位脱北高官证实，他常通宵喝法国干邑白兰地和波尔多红酒，靠酒精麻痹神经才能入睡，还有明显的痛风、失眠和应激性皮炎。38 North 智库请来了专家做远程健康侧写，基于他的极度肥胖、重度吸烟史、家族心脏病史和疑似糖尿病与高血压，金正恩未来10年内发生心血管事件，例如急性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概率超过30%。一个拥核国家最高领导人的10年死亡率超过30%，等于这个政权在不带安全绳裸奔高空走钢丝。金正恩爷爷金日成，1994年7月凌晨突发心脏骤停，当场去世，享年82岁。他爹金正日，2008年8月严重脑卒中导致偏瘫，此后3年挣扎执政。2011年12月，在他的私人专列上同样急性心肌梗死，享年69岁。2代独裁者，同一种死法。2020年4月15日是朝鲜太阳节，金日成冥诞，朝鲜政治日历上分量最重的节日。金正恩自接班以来，每年必去锦绣山太阳宫参拜，但那天他突然消失了，随后整整20天彻底消失。华盛顿的间谍卫星死死盯着圆山别墅区， CNN、每日邮报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据多方报道，金正恩那20天大概率经历了某种心血管紧急事件。后来他重新露面时，外界注意到他的左手腕上有疑似桡动脉穿刺痕迹，这是进行心脏介入手术时常见的操作。金正恩活了下来，但他也慌了。他看了一眼表，发现留给自己的时间恐怕不能用年来计算，只能用次来计算。如果他今晚猝死，长子的状况外界几乎一无所知，唯一能指望的是膝下那个还在上小学的二女儿。对金正恩而言，单纯指定一个接班人远远不够，万一自己猝死，10几岁的女儿怎么可能压得住平壤的阵脚？找个摄政王托孤更是死局。当年他爹金正日给他留的顾命大臣亲姑父张承泽，就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这位摄政王大权在握后，仗着自己主管中朝贸易的便利，私下和北京眉来眼去，甚至传闻想联合中共换掉金正恩。金正恩比谁都清楚，在集权机器里，一旦辅臣发现小主子是个软柿子，第一反应大概率是跑去北京摇尾巴，直接拿小主子当投名状，去换取中共保自己上位的政治背书。金正恩看透了人性的底线，绝不能靠人。人会背叛，人会趋利避害，人会在独裁者心跳停止的0.1秒内重新计算自己的忠诚投资回报率。那靠什么？靠系统。既然驾驶员太弱小，那就不培养驾驶技术了，直接把整辆车改成全自动驾驶，趁自己还没断气，还能杀人，还能让元帅下跪的时候，把权力运作彻底自动化，为女儿打造一台只要坐在控制室里按回车键就能全自动运转的机器。将军，这是您的体检报告，思密达。上次您交代的事我们分析过了，公主太小，现在找一个不管是入赘还是姓金的驸马都不太安全。改规定的话，怕有些对您不忠诚的人背后搞小动作。那怎么办？你们想出啥办法没，思密达？我们经过严格筛选、反复衡量，找到个聪明、忠诚，而且可以马上改姓金的完美选择，绝对可以带领金家王朝走向光明的未来。行吧，把他叫过来，我和他聊聊。思密达，走吧，将军要见你，你到时候给他表演点才艺哦。What the dog doing? 今天，如果你对朝鲜的认知还停留在80年代供销社、破旧拖拉机和每晚停电的漆黑夜晚，那你不仅低估了独裁者，更低估了极权主义在控制技术上的进化欲。2026年的朝鲜，大约有700万部智能手机在网运行，在2600万人口的国家，渗透率接近1/3。目前最火的旗舰机叫三泰星8号，它外观抄袭华为 nova 系列，芯片用台湾联发科几年前淘汰的终端处理器，售价500到1000美元。在人均月薪折合不到5美元的国家，一部手机等于一个普通人20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为啥子定这畸形天价？因为目标用户根本不是穷人，穷人买不起也不需要管，目标是那些在黑市赚了钱，最有可能接触外界信息，最有思想风险的中产和富裕阶层。德国顶尖网络安全公司 ERNW 的研究员在著名的混沌通信大会上展示了他们对朝鲜红星 OS 操作系统的完整逆向破解。拆完之后，他们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不是操作系统，这是用代码写的，盖世太保。手机里嵌着层层嵌套的监控金字塔，最底层是一套文件水印追踪系统。比如你在不知道哪里搞来了一部复仇者联盟、红星 OS、
利用加密算法把当前电脑的硬盘唯一物理序列号烙进视频文件的底层数据里。你看完了，借给张三，张三传给李四，每次传输自动加盖一枚数字印章。警察从李四手里查获时，根本不需要去拷打谁，运行解码程序就能拉出完整的传播链条。朝鲜保卫部在街头和火车站设有常态化检查站，随机抽查行人手机，插上数据线，1秒导出全部截图记录，浏览历史和后台录的环境音，发现一张韩国流行文化的图片，面包车给你拉走全家。搞笑的是，输入法层面也没放过，打出韩国口音的词汇，系统键盘会自动删字，并强行替换成平壤标准语。在任何应用中输入金正恩3个字，底层代码自动将其加粗显示。隐形的数字监控网络就是金主爱未来最忠诚的锦衣卫。这套数字系统的终极威慑力来自它背后那个活生生的恐怖执行机构——政治犯集中营。在朝鲜官方的任何地图上，有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但通过卫星能找到很多证据。咸镜北道和平安南道的深山中，双层高压电网、密集瞭望塔和延伸数公里的高墙无所遁形，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管理所。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描绘了一个人间炼狱，这些集中营往往占据整个封闭山谷，实行3代受罚连坐，一个人被定为政治犯，父母、配偶、子女，甚至营内出生的孙辈都将被终身监禁。从太空俯瞰，38线以南璀璨如碎钻，以北除了平壤那个孤独的微弱光点，几乎完全沉入漆黑。朝鲜战争3年，美军拥有绝对制空权，那时轰炸几乎把每一座城镇夷为平地。平壤战后，据说仅剩2-3座完整建筑，这在国家的集体 DNA 里刻下了永恒创伤。从那以后，向地下索要安全感成了朝鲜建筑信仰。5000多个地下掩体构成遍布全国的深层网络。38线下方有多条被挖到韩国境内的进攻性隧道，被挖空的山体内藏着战斗机、装甲列车和机动式洲际导弹发射装置。DMZ 沿线的数百门长城火炮藏身于可伸缩的地下洞库，是朝鲜对首尔实施非对称威慑的核心力量。朝鲜常说，瞬间将首尔陷入火海，虽然存在夸张，但其第一波次齐射所带来的政治与心理成本，依然是韩美联军最棘手的战略难题。地面上，金正恩近年加固了1400公里中朝边境围栏，疫情后边境被彻底封死，脱北行为在物理层面几乎归零，而中国公安系统配合朝鲜对在华脱北者执行遣返，被遣返者几乎无一例外遭受酷刑甚至处决。恐怖统治是灌入高压锅的蒸汽。金正恩在交班前把恐怖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记载了一些案例，几名10几岁的青少年因偷看鱿鱼游戏被判反动思想文化输入罪，在两江道的一所中学土操场上，被五花大绑按跪的少年犯在数千名被强制围观的师生面前被行刑队当场射杀，父母被安排站在人群前排，不能跑，不能闭眼，不能哭，因为哭泣会被视为同情反革命，而全家连坐。这个场景你是不是想到什么？金正恩太清楚，如果台下的孩子们看过韩国财阀的生活，听过 K-pop 的旋律，知道外面的同龄人在用 iPhone 看 YouTube， 他们凭什么跪拜一个除了投胎技术好之外毫无建树的同龄女孩？思想裂缝一旦打开，政权神性立刻漏气。集权机器要运转需要钱，联合国安理会几轮制裁下来，朝鲜的合法外汇渠道已经被掐成细丝，但金正恩必须赶在心脏停跳前存好一笔天价信托基金，确保女儿上台后有足够的硬通货喂饱那些可能造反的老将军。过去2年，这位男人趁着世界大乱趟出了2条新的无视制裁的提款机。俄乌战争打成了21世纪最大规模的消耗战，普京的兵工厂产能枯竭，弹药储备见底。金正恩看到了千载难逢的商机。2024年6月，普京亲自飞到平壤，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是冷战后俄朝之间最高级别的安全协议，两人实质上恢复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台面下的交易赤裸裸，朝鲜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俄罗斯输送了海量弹药。据美韩乌多国情报汇总，我取一个平均值啊，其中包括大量152毫米炮弹和上百枚 KN-23 短程弹道导弹，还有大约12000名士兵，多数来自朝鲜精锐的暴风军团，被当作消耗品塞进闷罐车运到俄罗斯远东，换上俄军制服，领取假身份文件，然后送上库尔斯克前线。2026年2月 NIS 通报，朝鲜头3个月就损失了大约40%的兵力，约1000人阵亡，3000人重伤。2025年1月11日，乌克兰军方宣布首次抓获了2名朝鲜战俘。公布的审讯视频中，这些战俘说他们被告知是去参加军事训练，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审讯画面里，这些穿着不合身的俄军制服、脸上带着冻伤痕迹的年轻士兵，茫然地看着翻译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们是金正恩信托基金里最便宜的投入品。这些底层人命换来了什么？俄罗斯的近程防空系统、间谍卫星相关技术、
洲际导弹弹头载入大气层数据，以及每年远超联合国制裁上限的超额原油供给。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估算，朝鲜从俄朝军事合作中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收益高达76亿到144亿美元。相比于朝鲜每年仅10几亿美元的实际创汇能力，这笔巨额的卖命钱相当于他们5到10年的全国外汇总收入。朝鲜挣钱的高级手段远不止这。朝鲜人民军侦察总局第3局旗下有一支人类历史上最猖獗的国家级黑客部队——拉萨路集团。2025年2月21日，拉萨路集团对全球第2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发起了一次供应链攻击。他们先花了数月时间侦查，锁定了 Bybit 使用的第三方多签钱包平台的一名高级系统管理员，通过社会工程手段入侵了这名开发者的个人电脑，拿到控制权后，在前端界面中植入了一小段恶意代码。只有当 Bybit 的员工打开特定页面时才会激活。当工作人员以为自己在批准一笔常规转账时，屏幕上显示的是正确的地址，但底层的智能合约逻辑已经被篡改，资金被重新定向到了朝鲜控制的钱包。2分钟后，代码自动清除痕迹，他们一次性转走约15亿美元以太币，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单笔数字盗窃案。FBI 5天后正式确认朝鲜为幕后元凶。CSIS 的分析指出，拉萨路集团累计盗取至少3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飙升。赃款通过东南亚和中国的地下钱庄洗白。TRM Labs 的区块链追踪显示，被盗资产进入了一条结构化的多波洗钱流水线。头几天通过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和混币器缴混来源，然后转入各种交易所和跨链桥，最后通过地下钱庄和场外交易商兑换成法币。还有呢，朝鲜用 AI 生成虚假的白人面孔，伪造 LinkedIn 简历和工作履历，把几百名顶级工程师以远程员工身份安插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公司，他们按时开会，用 AI 换脸换声，按时交代码，年薪几十万美元，全额回流平壤。要是他们假身份暴露，他们还能立刻就地转型为赛博绑匪，锁死前雇主的服务器，勒索赎金，实体卖大炮，卖人，虚拟偷比特币。这就是金正恩为金主爱精心设计的天价信托基金，有了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现金流。他哪怕每天在防弹别墅里做美甲，追韩剧，等等，他不能追韩剧，他爹规定追韩剧要被枪毙。反正国库里有硬通货，能喂饱那些可能躁动的老将军。金正恩留给女儿的不仅有杀人机器和提款机，还有一个经济极差、被世袭等级制撕裂的烂摊子。理解这个烂摊子，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得不把机器造得那么强。先说穿，在一个长期被制裁、缺乏棉花进口、石油受限的国家，2600万人穿什么？答案是朝鲜引以为豪的民族面料维尼伦，原料来自本土丰富的煤炭和石灰石，通过极高能耗的化学反应，坚硬的矿石被转化成纤维。咸兴的维尼伦联合工厂是一个巨大的工业怪兽，反应塔、管道系统和浓烟烟囱铺展开去。这面料耐磨的几乎撕不烂，但也坚硬、刺痒，毫无弹性。从学生校服到工人制服都是这料子。吃呢？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朝鲜近半人口面临营养不良问题，黑市大米价格飙升至令人窒息的高位，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巨大落差撕开了一道经济裂谷。与此同时，圆山海滩度假村的超级游艇、防弹迈巴赫和水晶香槟相映成辉。为了维持这些特权区域的照明和空调运转，有时会直接掐断周边市区的民用供电。更深层的撕裂是出身成分制度，这是一套基于政治忠诚度的世袭阶级系统，把2600万人分成3个几乎不可逾越的等级。核心阶层是抗日功臣后代、高级军官、党务官僚，住在平壤核心区。卫星图上可见精美的曲面建筑和玻璃幕墙。普通民众住在省级城市边缘，火柴盒一样的平民住宅区。敌对阶层是历史上的地主、基督徒、脱北者亲属及其后代，被放逐到最偏远的矿区和贫瘠高原。卫星镜头对准朝鲜农村，你会发现一种令人不安的视觉模式：成排完全对称的双拼小房屋，整齐排列在工厂或大型农场旁边。这是精心设计的生产模块。住宅区锁定在生产半径内，周围几乎没有停车场，因为私人汽车几乎不存在。人们唯一的移动方式是步行或骑自行车通过直通工厂的小径。各省之间设有严密检查站，没有合法的旅行证明，你无法离开所在的模块。地理禁锢是维持稳定的核心手段。这种精密到窒息的空间控制和阶级固化，意味着金主爱继承的不仅是一台暴力机器，更是一个每一块砖头、每一条道路都经过精密计算来限制人口流动和思想传播的物理世界。但这个国家也有令人意外的底层韧性。卫星图上那些蓝色铁皮屋顶的长马当综合市场，是计划经济废墟上自发长出来的野花。90年代大饥荒中，数十万人饿死，被排除在配给体系之外的人自发开始物交换。2008年，政府试图关闭市场时，成千上万女性商贩涌向政府大楼要求生存权，政府罕见地退缩了，市场被默认合法化。
无论权力如何碾压个体，对生存和交易的渴望是封杀不了的。任何一笔留给未成年人的庞大政治遗产，如果仅仅靠内部的高压机器，是极度脆弱的。在决定朝鲜政权存亡的地缘方程式里，只有中国能充当那个兜底的终极监护人。在中南海极度理性的战略大盘里，平壤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可信的盟友，但它有着不可替代的物理价值。只要朝鲜半岛的核导弹能死死牵制住美韩阵营的战略精力，充当中国东北方向的军事防波堤，金家政权就有被绝对力保的理由。2025年9月，金正恩踩着这根地缘钢丝去了北京。9月2日下午，那列重达数百吨、底盘焊满防弹装甲的深绿色专列缓缓驶入北京站。时隔6年，金正恩再次跨过鸭绿江，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中日俄三国领导人完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公开同框。而在随后的双边峰会中，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词史无前例地从官方通稿里抹去了。这意味着面对复杂的现实博弈，大国已经实质性地默认了平壤的核武现状。但这趟破冰之旅真正的暗线不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在金正恩身后的那列绿皮火车里。当车门打开，紧跟在金正恩侧后方走下月台的是年仅13岁的金主爱，迎接他们的是中国权力核心圈的高级官员。这是这个尚未成年的初中女孩第一次踏上大国博弈的真实物理空间。在这个绝对讲究排位和尊卑的体制里，她稳稳地走在了外务相崔善基等一众手握实权的党政军重臣前面。想要看懂这个动作有多反常、多惊险，你得往回翻金家王朝的接班史。在朝鲜的政治传统里，接班人出访中国从来不仅仅是外交动作，更是最高级别的权力受洗。1983年被秘密确立为接班人的金正日首次正式出访就是前往中国，由邓小平亲自接见，确立了正统地位。2010年中风后虚弱不堪的金正日，也是拖着病体把刚满26岁的金正恩紧急带到中国，向北京高层托孤交底。但无论是金正日还是金正恩，他们跨国接受大国审视时都已经是成年的掌权者，而金正恩这次却因为那颗随时可能罢工的心脏，直接把倒计时压缩，强行把一个连劳动党法定入党年龄都没到的13岁小女孩推上了国际牌桌。对金正恩来说，这趟长达几十节的防弹装甲列车本身就是金家最高权力的物理图腾。在这趟几千公里的封闭旅程中，金主爱亲眼看着父亲如何调度重兵安保，如何恩威并施地拿捏随行的骄兵悍将。而当他站在异国的月台上，被大国高层以礼相待的画面传回平壤时，金正恩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金正恩是在用一种最直白的空间语言向内部展示，看清楚了，我的女儿已经能和我一起踏入大国权力的核心圈，中南海已经接纳了她的存在。在这个绝对封闭的国家里，这种能直通北京的政治暗示，比1万篇官方通稿的吹捧都更有威慑力。只要他安然无恙地走完这趟行程，国内的野心家在动手前就必须掂量破坏中朝战略默契的灾难性后果。而对于北京来说，这场戏同样应对的滴水不漏。中南海的智囊们非常清楚，公开接待一个13岁的潜在继承人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押注。万一金正恩哪天突发心梗死亡，平壤军方发动政变，或者手腕毒辣的姑姑金与正突然发难，现在给金主爱的任何过度外交礼遇都会成为未来制约中国半岛战略的政治负资产。所以中国采取了一种极为老练的底线管理，我允许你把人带进国境，也在非公开的私下场合给予相匹配的家属礼遇，配合你完成对内的政治威慑。但我绝不在任何官方核心外交场合，比如天安门观礼台、国宴或正式的双边会谈中给他安排政治身位，更不动用中国的国家信誉为你公开盖章。金正恩拿到了他急需的内部合法性背书，完成了女儿政治履历上最关键的海外锚定，而中国则不费一兵一卒，既安抚了盟友，又保持了绝对的战略模糊，把朝鲜半岛未来的地缘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双方都没有越界，却都拿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筹码。有了中国这个深不可测的外部力量兜底，只要中美博弈的结构性对抗不停止，金家这台集权机器就总能借到续命的电源。金正恩算计了一切，他用核弹、代码和大国的默契为女儿焊死一个绝对安全的温室，但他唯一算不准的变量就是他自己胸腔里那颗随时可能罢工的心脏。集权体制最残酷的铁律，正是老国王断气，系统重启的那一秒。如果这颗心脏在小公主彻底掌控军队前突然停跳，台下那群嗜血的老将军真的会乖乖听话吗？那个陪着金正恩大清洗、大换血，甚至在国际舞台上以高傲著称的亲姑姑金与正，会甘心像一个小丫头俯首称臣，还是会在乱局中图穷匕见，掀起一场让所有人胆寒的政治风暴？这场跟死神的赛跑，发令枪已经打响。我是张狗剩，下期节目金家王朝、中南海和3代人的接班博弈，我们下期接着聊。
将军，北京那边来电说有个叫张狗剩的，前几天黑习总书记，这几天开始黑你了，希望你找人做掉他思密达。他是谁啊？他说我啥了？你为啥跳啊？咋突然哭了？我想先表达对您的忠诚和感恩，我怕说完您把我一块儿做了。没事，你说吧。我给您总结一下，他说你是快死的胖子，臭不要脸的独裁者，北京的跟班小弟，而且说你喜欢看韩国女团，网购苹果手机，随地大小便。他是不想活了吧？拉出去，全决思密达。将军他不在朝鲜，把他逮过来。明白，我现在就给他逮过来。谁又蛐蛐我呢？